本期这个 MM 轴我安排3份轴体体验包，一份在我的评论区，2份在我的粉丝群，每份10颗，可以随意指定轴心上盖和底壳的搭配都是我自润滑过的，到手就可以直接用。本期视频的话，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无缺最近推出的 MM 轴，每一种组合都买一个的话，就有这么一大堆了，一共有4种轴心、3种上盖和4个底壳。如果随机搭配不算上弹簧的话，有36种排列组合。价格的话，我这里放一下，其中 POM 材质的上盖和底壳会稍微的贵一些。轴心都是35毫米的行程，提前触底，只有材质上的区别。为了让大家后面能听懂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材质。首先，这个淡青色的轴心就是 LY 的材质。这个材质的话，我感觉跟 P3 的轴心在手感上是比较接近的，也是我个人比较推荐去体验的一个款式。这边这个橙色的就是 P3 轴心硬要说的话，我感觉 P3 的轴心顺滑度会略微的比 LY 好一点，差距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无论是在声音和手感上，这2款轴心都非常接近。以后是黄色的这个是高分子材料是这几款轴心中我感觉顺滑度最好的一个，无论搭配什么材质的上盖和底壳出来的手感都会比另外几个材质的轴心更加的丝滑。最后就是这个 POM 材质手感的话没有高分子那么黏滑，算是这几款轴心中手感最特别的一个了。上盖和底壳这边紫色的话就是 PU1 是高分子材料，粉色的话就是这个改性的 POM， 青色的就是尼龙。其中这个紫色的高分子上盖就要单独的拿出来说一下因为注塑的时候不同材料的收缩率是不一样的。这个高分子它的收缩率是比另外几款的稍微大一些相比起来最直观的是它的上盖稳定性是要比另外几款要好一些，安装的时候要花比较大的力气才可以把上盖和底壳完全咬合。这36款组合全都是我手工润滑过的，我用的是105+205:1:1的润滑纸我尽量去控制每一颗轴给的润滑量都一致但毕竟是手工润滑，还是有一点误差在里面，所以说一些轴体可能会比较闷。在这么多零件里面对手感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轴心。我在这里面比较喜欢的一个搭配就是这个黄色的 PU1 轴心搭配这个全 POM 的粉色外壳这个高分子的轴心正好可以中和一下这个 POM 材质的沙色感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比较清爽顺滑的类型。如果追求比较极致的细腻手感的话，可以用这个 PU1 的黄色轴心搭配一个紫色的高分子底壳，这样出来的手感是最丝滑的。至于其他的搭配的话，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我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这个轴体可以根据套件的主题来进行颜色的随机组合，这个是我觉得 MM 轴最大的一个意义。至于不同材料间的手感差异如果不是每一款轴体都单独拿出来安装上键盘使用的话，是非常难察觉到的除非是完全不同2款轴极端的材料，比如全 POM 和全 PU1 2款之间的差别就比较明显。轴体的单颗组装成本在3.5块到4块之间，算上润轴的话就是4.5块。手工润轴的好处就是可以比机械润轴有更高程度的自定义，喜欢闷的就润多一点，喜欢脆的就少上点油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去体验一下的。打字声音的话，我这里就简单展示一下我比较推荐的几个搭配，剩下的几种我也会上传到 P2， 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自行去那边观看。好了，那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